来关心到的是只关键矿产依赖中国大陆而已吗？我们看到的是美国现在对于中国大陆科技上面的依赖，一方面它要围堵中国大陆的 AI， 一方面又要让微软它可以降成本的导入 DeepSeek 来做使用。这到底怎么一回事？今天这些议题会一起来做关心。美国最近呢暂缓了，本来呢对打这个科技战都打的力道非常的大，但是为什么呢？最近暂缓了 DeepSeek 还有长江存储等100多家中企不把它列入在贸易的黑名单当中了。表面上他是说呢要降低这个中美之间的科技纷争，但是更深层的讯号，我们现在看是不是美国再也打不动了呢？原因跟微软又有没有关系呢？因为微软现在决定要扩大跟中国大陆的合作，从2方面来着手。第一个方面传出，这是最新的新闻消息。微软传出将 DeepSeek AI 的这个模型给导入在他们的企业的平台当中，并且呢，它如果说要降低在 AI 的这个成本算力的话，它会改采一个新的计算的这个模式，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是，微软要深耕在中国大陆的市场，也就是把他们的 AI 的云端服务给卖给中国大陆。那事实上，中国大陆确实也有跟微软买它的云端服务，这一家是字节跳动，光是每一年支出给微软的金额就高达了10亿美元，所以可以看出中国大陆跟微软之间的连结还是相当深的。美国这时候暂缓对中企的制裁，是不是也是要帮助微软可以去使用更多中国大陆的 AI 系统呢？等一下会来一起做关注。微软的高层其实是非常支持微软的这个在中国大陆的各种布局的，因为他非常的看好这个中国大陆在 AI 的发展。他说呢，全球最顶尖的 AI 解决方案正在美国西岸和中国大陆的东岸两边一同来做打造。唯一把这2个地方连在一起的公司就是微软。他还赞美了微软，说把中美之间的关系给反而拉在一起了。好，节目一开始先请教杨老师怎么看？先看美方的动作，他近期暂缓将 DeepSeek 长兴储存纳入贸易黑名单当中，是一种战略上面的转向吗？跟微软跟中国大陆的合作会不会有一些关系呢？还是美国是成本考量，要来让美企加速卡位在中国大陆的 AI 市场？杨老师怎么看？我觉得可以分近程、中程跟深层的因素啊。近程其实很简单也就是没有错，就是微软 Microsoft 它的这个 Copilot 的这个 AI 企业平台，还有那个 Azure， 也就是那个云端服务这2项都是微软的，正准备要导入，就是 DeepSeek。而且在 V3 的时候他就这样想，那现在 V4 出来，他更是这样想。那所以呢，你现在如果去制裁它，你就会使得整个 Microsoft 这个计划就会中断。因此，眼前的因素它暂停，是因为 Microsoft 的游说。那至于像是长兴储存呢，他们会认为说，其实你会让它更加全力的要去发展自己的供应链。因此，在这样一个竞争情况之下呢，眼前它就先暂缓。那比较中层的因素其实什么？就是为什么 Microsoft 它底下的 Azure 跟这个 Copilot 要去导入就是 DeepSeek？ 那第一个原因，那就是 OpenAI 跟 Anthropic 太贵了。贵到他觉得已经 fire 掉、解雇掉很多人了，而使用结果还是太贵。你知道大概 DeepSeek 这个100万个 token 大概是不到半美元，然后呢，这个OpenAI 100万个 token 呢，大概是5.5美元，那个价差很大。那同时一个是闭锁的，一个是开源的。那闭锁的就是说你要用它，然后呢，它会帮你做调整。那可是开源的时候呢，你会有一个代理的，或者是很多的这个企业会帮你做更多的这些应用。那慢慢会形成一个供应链。那所以这个 Microsoft 当然也可能为它在中国的这个市占呢，也在做考虑。也避免就是说，如果这么做的话，那中国可能会排除掉 Microsoft 这个应用，现在已经面临到很大的这个挑战。所以这个是中层的这个因素。那 Microsoft 就说，我跟 DeepSeek 这个合作，就好像有点那个 TikTok 的感觉。我用我的调配，用它的模型，但是我在这边调配，所有的资料都放在我 Azure 的云端，所以不会有什么资料资安的问题。那同时我会完全的 fine tune。但这个东西就像我们当初讲那个 TikTok，
这个等于是字节跳动跟 TikTok 之间的关系，TikTok 把它的所有东西放在甲骨文，而且都放在德州，但美国不相信就是不相信。但是你觉得它有没有什么治安问题？从头到尾没有这个问题。哦，这就是一个大国竞争。那比较深层的东西，其实就是将来整个 DeepSeek 跟就是美国的这几个大的这个模型啊，不要忘记哦，那个 SpaceX 它底下的那个 XAI 里面还有一个 Gorg， 那个也是另外一个东西。到底这样一个竞争会哪边会取得这个优势？我觉得这个比较深层，而且现在看起来连美国企业都不太买美国 AI 模型的单了。好，这个点蛮有趣的，就是美国自己的企业，微软大企业不买美国自己的这个大模型，不买 OpenAI， 结果是买 DeepSeek， 这象征性的意义，还有这个美国政府的动作，我们看到它不惩罚中国大陆的这些不管是 DeepSeek 长期储存这一系列有没有一些的关系？赖老师又怎么解读？我觉得美国的把这次本来五角大厦所列为黑名单的都拿掉啊，我觉得这个主要的很有可能是美国政府内部的问题。也就是5月中旬啊，川普到中国来访问，成功了，所以双方的领导人啊确定了两国的关系是虽然不是朋友，但是朝不是敌人的方向走。而你五角大厦的行政部门怎么突然间蹦出这个名单来？那两边的这个贸易理事会也不用成立了，也不用开了啊，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绝对会反击。这代表什么？美国的国内的自己的行政部门跟不上领导人的变化，因为它是属于五角大厦底下的一个局，它所制造出来的黑名单，它没有跟上去。那一看已经变成两国之间的关系，直接冲击到两国领导人的这个达成的这个方向的时候，那当然先拿掉。我觉得跟这一次这个关系不大，跟这个微软他们的形成的关系不大。微软如果要在中国大陆继续生存，它目前开始面对的挑战越来越激烈了。过去它是垄断性的，现在它有一个更大的竞争对手，已经开始越来越成熟了，而且越来越成型了，就是华为的鸿蒙。华为的鸿蒙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定型，而且被使用量越来越大了。不只是在手机，其实我们都知道平板电脑，甚至最重要就是我们在最常使用的这种我们的工作机都开始慢慢的华为已经开始跟这个微软已经在竞争了。那你这个微软如果没有 AI 的话，你凭什么跟人家竞争？可是如果你用 OpenAI， 它又进不来。然后第二个又太贵，刚刚有明兄讲得很明白了，又太贵。那你如何在中国大陆你有竞争力？当然，对于他的公司利益来说的话，当然要使用 DeepSeek， 而且 DeepSeek 是本土的企业，它最适合、最了解，它的 data 最大，它的运算方式最强大。在中国大陆来说的话，那对于这个微软来讲的话，当然跟 DeepSeek 的合作是最符合商业利益的。可是他现在的问题是，他要去面对于美国国内的政治上的一些议员对他的挑战。不过这个问题也不难解决，钱就可以买通嘛。微软有的就是钱。美国的国会议员表达意见，其实主要的目的是政治现金赶快摆出来。好，所以老师就讲到了这个是美国议员可能会阻碍微软。那确实哦，这个美国的议员曾经形容，他说呢，中国大陆它现在不断的在推动它的 AI 发展，可能会对美国的产业构成存亡的威胁。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美国的两家大企业，刚刚我们提到了这个 Anthropic 跟 OpenAI 哦，是眼红说微软跟中国合作嘛？这两家企业开始做示警，他说呢，你今天微软的这些动作会导致的是智慧财产权遭窃，而且模型遭到不当使用。他说呢，不应该向中国大陆企业出售任何的 AI 模型。将军怎么看？我觉得美国这个做法是对的哈。这个中美两国在这个 AI 科技方面来讲的话，当然能够携手共赢，是最好的一个方式。那之前美国可能会这次来讲会这个暂缓制裁这个中国的 AI 企业，我觉得有几个原因呢。第一个，他发现制裁是达不到效果，反而你越制裁中国，自己在这方面可能会越壮大。那从最早的他们制裁华为开始，这个华为系统哈，那就没想到他发展出来自己的鸿蒙系统。那不但发展出来鸿蒙系统，现在鸿蒙的终端用户已经到达了9000万户这么多，而且每个月还在以10几万户的速度增长。那把苹果他们那些看得急得要死，所以早知道就合作，双方大家都可以一起来共同拥有这个市场。
那现在中国在 AI 方面，它其实不只是 DeepSeek， 其实我随便举一些例子，包括到这个独角兽的企业，除了 DeepSeek， 还有什么接药星辰啦、月之暗面啦，其实有很多。那大的科技巨头公司，我们都知道还有什么日节跳动的豆包，对不对？好，这个阿里巴巴的通义千问等等，有很多这种相关企业。那如果说美国在这个方面再去这个制裁中国大陆制裁它 AI 的话，后续结果就是中国自己发展出来自己一套的这种系统，那你美国更不要想要进入中国的这个市场，这是第一个理由。第二个，你知道美国如果说你想要进入中国市场，当然要跟当地的厂商来合作啊。这个现在的如果说你不合作的话，你怎么样才能够进入中国市场？那我觉得第三个原因就是这个价格的问题嘛，在商言商，对不对？我就希望更便宜，就像是这个DeepSeek 它的这种 token 就是比较便宜嘛。那如果说是这个能够跟它合作的话，这个微软能够跟它合作，我当然可以用比较便宜的企业的成本价格，然后能够进入到中国市场。